做人是一门学问，其中的最高境界是藏。易传里说，君子藏气于身，待时而动。弱者往往妄自尊大，自命不凡。那些真正厉害的人，反而是凝敛、含藏、内收的。他们不显山不露水，却深藏绝佳的实力。人经历的越多，就越会明白，做人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一个藏字。一、藏言，对错不辩是修养。道德经有言，不争而善胜，不言而善应。人的主观意识一旦认定了某件事，往往很难改变。非要争个对错，其实毫无意义，只会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结果却不一定尽如人意。相反，如果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，不做不必要的辩解，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很多事反而会不证自明。商人胡雪岩初到富康钱庄时，只是个跑街的，可他并不满足于此，想往更高处走，于是便每天利用闲暇时间学习算盘，为日后当掌柜做准备。钱庄的大伙张胖子见状，却对他嗤之以鼻，还嘲笑他，一个臭跑街的，学那个有什么用？只怕是到了棺材里，也派不上用场。胡雪岩听后，并没有急着辩解，他记得师兄的话，男儿立世，哪有一帆风顺，被人笑笑也无妨。几年后，胡雪岩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接手了富康钱庄，当年的张胖子已经跑去信和钱庄做事。师兄们都想让胡雪岩去信和找张胖子理论，看看他当年说的没用的算盘如今有没有派上用场。胡雪岩却笑着说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，犯不着和他计较，有那时间还不如把自己的钱庄经营好呢。诗经中有云，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对于理解自己的人，不需要解释，对于不理解自己的人，说再多也是无益。忍辱不辩是一种气度，更是一种修养。真正厉害的人，无需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与其争辩，不如争气。用行动提升自己，积蓄力量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才是这世上最有力的应变。二、藏气，遇事不怒，是格局。论语卫灵公有言，人善怒，必招怨。怒气会让人失去理智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因为冲动招致别人的不满，让自己陷入被动。若能做到遇事不怒，情绪稳定，问题其实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。楚汉相争之时，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。他将希望寄托在韩信身上，等待韩信的援兵前来解救。然而等来等去，他等到的不是援兵，而是韩信派来的使者。使者送上一封信，韩信要求刘邦封他为代理齐王，镇守齐地。刘邦看后大发雷霆，怒斥道，我在荥阳就快被弄死了，他不赶紧前来营救，反倒要求自立为王，好个趁火打劫之人。说罢便拔出佩剑，准备杀了眼前这个使者。一旁的张良和陈平见状，急忙上前劝说刘邦，如今我们都被困在荥阳，还要靠韩信前来解救，不可得罪，要以大局为重。刘邦一想有理，立刻平复了怒气。他转身对使者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当什么代理齐王，要做就做真正的王。然后立马派张良过去，封韩信做了真齐王。就这样，刘邦有了韩信的助力，很快打败了项羽，统一了天下。荀子有言，怒不过夺，喜不过语。藏得住怒气，人生之路将越走越宽广。越是没本事的人，越容易被怒气所牵制，无法理智地处理问题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真正有大格局的人，不会轻易被情绪所左右。克己制怒，才能看得更远，心态沉稳，方能掌控大局。藏住脾气，不做情绪的奴隶，就是人生最大的赢家。三、藏心，处变不惊，是智慧。范仲淹有言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不管人生境遇如何，能够不受外界干扰，
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人生的大智慧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一生跌宕起伏，遭遇过诸多逆境，却从未被逆境所击垮。他自幼聪颖过人，志向不凡，20岁参加科举考试，却2度落榜。他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写下诗人以不第为耻，吾以不第动心为耻的豪言，潜心学习，继续参考。终于在28岁时考中进士，当上了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，就此走上仕途。35岁那年，他因得罪了权贵，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。那是个偏远荒凉之地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，但他没有叫苦喊冤，而是不声不响地接受了。没有房子住，他就住在钟乳洞里；吃不饱肚子，他就一点点向当地人学习种粮的方法。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他安静修心，顿悟道心，建立了阳明心学。平定宁王之乱时，屡次被奸人所害，遭遇了多次失败和挫折，他却不慌不忙，无所畏惧，专心研究自己的战略，最终平定了叛乱。王阳明的一生遭遇了太多的艰难、挫折、困境和失败。面对外境的变化，他始终淡定从容，泰然处之，以乐观的心境去应对眼前的困境，最终成为圣人，名留青史。正如他所说，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，胜负之决不待捕诸临阵，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。最终决定胜负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智商和才华，而是一个人的心态。遇事冷静才能战无不胜，内心淡定才能百毒不侵。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，无论境遇如何，都能保持处变不惊，从容面对，才是人生的大智慧。收起所有的不安和浮躁，藏好你的心，将它沉淀再沉淀。心越沉，人生的根基越稳，就算遇到再大的风浪，也不会轻易坍塌。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唯有此心不动，方能沉着应对，突破困局，迎来更好的人生。杨绛先生曾说，别晒幸福，别晒甜蜜，别晒发达，也别晒成功。物理学常识告诉我们，晒总会失去水分，藏才是保鲜的最好方式。幸福是养自己的心，不是养别人的眼。深以为然。退休后，越来越觉得生活是自己的，世界也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无关。我们历经岁月风雨，在人生路上打拼到最后，才发现富养自己不过是学会这个字。我们需要学会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享受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自己，突出自己，彰显自己。退休后，很多人都说要学会富养余生，其实真正富养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个字：藏。藏得住心里的话，守得住福气。说话是门技术，更是门艺术。我们3年学会说话，却用一生学着闭嘴。可见，懂得闭嘴比会说话更为重要。会说话是一种本事，懂得闭嘴才是做人的智慧。退休后，我们有很多的闲暇时光与人交流，尤其是参与社群活动，在人多的地方，管住嘴才能守住心，也就给自己积攒了福气。太极拳队伍里，有人领悟能力强，有人慧根深，也就有了每个人的权益差别。刘杰比别人早几年学习，而功夫却差强人意，但他却是队伍里训练最刻苦、最认真的。可就有人总是用话语说刘姐这样不好，那也不好，让刘姐以及要好的姐妹听着不舒服，从而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争论，最终导致太极拳队伍四分五裂，各自成立山头，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同门。人群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口无遮拦地说别人的不是，不仅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，甚至还会自取其辱，让自己陷入不合群的孤独之中。所以说，退休后真正富养自己，首先要学会藏得住话，守得住心，谨言慎行，如此才能有自己晚年的福气。2. 藏得住事，才能真正活得轻松惬意。鲁迅在杂文里曾写道，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，那家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，对面是弄孩子，楼上有2人狂笑，还有打牌声，
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她死去的母亲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尘世间本就没有感同身受，有的不是各自世界下各自的雪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不可言说的事。生活不如意，日子过得不好，自己努力就好，不必逢人就说，更不要跟谁倾诉，抱怨自己的痛苦。社群里有个老人，总在群里说自己的悲苦命运。最初大家还很同情他，跟他说几句安慰话。等到他跟祥林嫂一样，不停地重复自己的事情，大家也就嫌弃了，甚至觉得他干扰了大家的正常生活。最后有人直接在群里要求把他踢出去。人生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成年人的世界谁也不容易。学会藏着自己的事，生活的苦嚼嚼咽下去，靠自己熬过去。不要期待别人的安慰和帮助，别人不幸灾乐祸，落井下石，就算善良了。所以说，退休后富养自己的第二个要点是学会藏住自己的事，云淡风轻，岁月静好地过自己的生活，才能让日子过得轻松惬意。3. 藏得住心，终将邂逅美好。杨绛先生在《时光煮雨》写道：时光煮雨，岁月逢花，这烟火人间，世事遗憾，世事也值得。带着知足的心生活，带着感恩的心看世界，在渐行渐远的光阴中，且行且望且随风，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，以岁月之名一生久安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人生无常，世事沧桑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，且行且望的日常里，以一颗感恩的心欢喜度日。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，如果我们只看到不好的一面，计较着自己的得失，每天充满怨气的生活，最终伤害的是自己，也会让自己活在阴暗里。退休后大家聚在一起，说的最多的是退休工资的多少，以及各自子女的能力。其实知道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不过是徒增烦恼。心态不好的人会各种比较、攀比，甚至把自己气得生病。若总是纠结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，陷入烂人烂事之中，难免会让自己情绪悲观，内心痛苦。人生哪能事事如意？谁的内心不曾有过伤痕？若藏不住自己的心，就会被消极的东西折磨，产生悲观心情，让自己过得不开心。反之，我们始终抱着阳光般心情，内心充满自信，用乐观开朗的情绪过自己惬意的生活，我们的余生将会过得精彩美好。鬼谷子曾言：天地之化，在高与深；圣人之道，在隐与匿。一个藏字，囊括世间大志。退休是我们人生最后的拐点，学会这一个字，努力经营好自己的余生，才是真正的富养自己。在这个竞争激烈、浮华喧哗的尘世间，藏得住自己，才是处世的智慧。静水流深，含而不露，安静地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，藏得住，才能过得悠闲安逸。菜根谭里有个句子写得极好：藏巧于拙，用壶而明，玉清于浊，以屈为伸。珍舍视之一壶，藏身之三窟也。这话的大意是，我们应该将聪明藏于笨拙之下，将锋芒藏于收敛之下，将清高藏于随和之下，将冒进藏于退缩之下。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中立身安命的法宝。一个藏字，道尽了做人的最高境界。藏是不动声色，伺机而动，是锋芒内敛，胸有沟壑，是厚积薄发，一鸣惊人。藏是一种人生智慧，一种做人的境界。1. 藏住情绪。公元前494年，第二次吴越大战爆发，越国战败，越王勾践为了休养生息，等待时机，接受大臣范蠡的建议，主动提出入吴国，成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。在吴国，勾践受尽折辱。吴王夫差先是当着他的面招揽范蠡，
无功而返之后，就让勾践给自己的父亲守墓，给自己喂马赶车，如同最卑贱的奴隶。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，勾践吞下屈辱，愤懑平静地劳作着，似乎真的甘心对吴王俯首称臣。如此忍辱负重3年，勾践终于取得了夫差的信任，得以回到越国，为后来的报仇雪耻赢得了机会。与勾践相反，陈后主李煜在降宋后不懂得隐藏自己悲愤的情绪，因为一首直抒胸臆的《虞美人》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同样的境遇，一个懂得藏起情绪，终于绝地逢生；一个任凭情绪肆意，终究葬送了自己。军事家拿破仑说，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，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。世事纷扰，谁又能少了情绪牵绊呢？无论是春风得意的喜悦，还是穷途末路的悲凉，如果少了情绪，人生也变得寡淡。然而成年人的世界，情绪终究属于自己。太多外露的情绪换不来共鸣，求不来同情，只会让别人抓住我们的软肋。喜也好，怒也罢，藏住情绪，不让情绪出卖自己，更不让情绪掌控自己。遇事不慌不躁，只有静下心来，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。藏住情绪，这是一个人的修养。2. 藏住锋芒。名将韩信是刘邦手下3位人杰之一，他为汉家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。但是向来功高震主，战功加深，手握兵权的韩信受到了刘邦的猜忌。而韩信明知刘邦忌惮自己，却不知收敛，常常装病不上朝，对于其他大臣也常常颐指气使，处处得罪人。有一回，他到大将樊哙家里做客，樊哙非常客气地招待他。没想到韩信出门后，不屑一顾地嗤笑道：“我居然落到和樊哙这种人为伍的地步。”不仅如此，韩信还曾在刘邦面前夸耀自己带兵的能力，说刘邦最多只能领10万兵，而自己却是多多益善。韩信处处要强，盛气凌人，锋芒毕露，终于引起众人不满。有人告密说韩信和叛军陈豨私通，打算谋反。而皇后吕雉收到密报后，立刻与丞相萧何商议，将韩信骗进皇宫斩杀。寻访千利休中写道：“立为尖锐刀剑之物，时刻训导自己不要太过锋芒毕露。职场中总有人处处要强，处处不让人，锋芒毕露，看似醒目四溢，却处处得罪人。最终坏了同事关系，惹了上司脾气，工作中处处碰壁，得不偿失的还是自己。与人相处，藏起锋芒，有原则，无棱角，以耿介之心自持，以圆融之姿处事。藏起棱角，这是一个人的睿智。3. 藏住底牌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庞统是与诸葛亮齐名的人物，但是因为相貌丑陋，先后投奔曹操和孙权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。后来在诸葛亮的举荐下，庞统又来投奔刘备。看到庞统长相，刘备也对他颇为轻视，但碍于诸葛亮的面子，便安排他做了个县令。庞统心有不满，但还是顺从地赴任了。到任后，庞统不问政务，整天饮酒作乐。直到刘备得知此事，派张飞来视察，他才一展手脚。不到半天的时间里，庞统就把积累了100多天的事务全部清晰明了地处理完毕。之后他对张飞说：“我看曹操和孙权就跟看写在手上的字一样简单，别说这么一个小县城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”张飞被庞统的才能折服了，回去说服了刘备，庞统这才得到重用。以庞统之才，治理小小一座县城，的确大材小用。如果他一到任就动手处理县务，那他最多的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名声，然后在县官的位置上郁郁不得志。正是因为他能沉得住气，没有自曝底牌，耐心等待机会，才有了后面一鸣惊人的表现。网上有句话说得好，保留自己重要的秘密，也是给自己留一个退路和底牌。其实需要保留的何止秘密，才华、人脉、资源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底牌，又何必一股脑暴露在人前？
处处炫耀才华的人，常因轻狂不容于世；时时动用人脉的人，往往耗尽情面，人情尽失；早早耗尽资源的人，终究身无长物，一生落魄。人生就是一场与命运的讨价还价，唯有藏起底牌，徐徐图之，才能有一鸣惊人的机会。藏住底牌是一个人的格局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诗歌《池上》中写道：不解藏踪迹，浮萍一道开。划船的小孩不懂得隐藏行迹，在水面的浮萍上留下一道痕迹。但仔细思考这两句诗背后的寓意，却发人深省。不懂得藏的人，时时流露痕迹，处处留把柄，人生难免落了下乘。懂得藏的人，云淡风轻，不动声色，伺机而动，往往一鸣惊人。藏住情绪，喜怒无形，是修养；藏住锋芒，胸有沟壑，是睿智；藏住底牌，游刃有余，是格局。藏之一字，实在是做人的最高境界。格言联璧中说：处难处之人欲移后，处至急之事欲移缓，处至大之事欲移平，处疑难之际欲移无益。人活一世，不是每一件事都能称心如意。藏好执着心，保持平常心，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。忍辱不变，心中自明，克己制怒，福报自生，淡定从容，好运自来。做一个不矜不伐，虚怀若谷的人，人生处处是吉祥。藏是不动声色，伺机而动，是锋芒内敛，胸有沟壑，是厚积薄发，一鸣惊人。藏是一种人生智慧，一种做人的境界。一个藏字，囊括了人生的大智大勇。我们需要学会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享受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自己，突出自己，彰显自己。退休后，学会藏住情绪，藏住锋芒，藏住底牌，才能真正富养余生。格言联璧中说：处难处之人欲移后，处至急之事欲移缓，处至大之事欲移平，处疑难之际欲移无益。人活一世，不是每一件事都能称心如意。藏好执着心，保持平常心，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。愿你我都能成为不矜不伐、虚怀若谷的人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从容，静水流深，含而不露，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